有一种美味总会出现在我们家冬季的餐桌上，那就是腊排骨的火锅。我是在10几年前一次去丽江开会时吃到的，从此对它念念不忘。有人觉得腊排骨制作起来会比较麻烦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家制作简版的腊排骨。把排骨洗净晾干，切成适合容器腌制的大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腌制排骨，在每一块排骨上仔细地抹上盐，要每一寸都要抹到，然后撒上花椒，密实的压好，整齐的码好，再撒上一层花椒。接着我们用重物将它们压制一下，放在家里通风阴凉的地方或者冰箱里。1天后倒掉渗出的盐水，然后把它翻一下面，继续用重物压制。每天倒一下水，连续压制3天以后起出。取出腌好的排骨，在外面晾干，或者在空调口吹干即可。再仔细的用温水把排骨洗干净。洗干净以后呢，还要用凉水浸泡2小时，让多余的盐分渗出来，这样汤就不会太咸。我们再把排骨洗干净晾干后，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。我们还可以在火锅里配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比如说胡萝卜、白萝卜、土豆、生菜、白菜、菠菜等。关于这道菜，我还想起了一个小故事。那次去丽江开会，我的前同事刚刚失恋，为了安慰他，我们去吃了腊排骨的火锅。也是那一次，我们鼓励他在填满了留言的餐厅墙上留下了他自己的 QQ 号。没想到真的还有女孩联系了他，从此拉开了他们长达8年的异地恋。现在我前同事的女儿都已经上小学了。为了增加火锅的滋味，我基本上还会切2个西红柿，切一点土豆片儿。西红柿会让腊排骨的汤略带酸味儿。腊排骨要先炒一下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切一些葱姜蒜来炒一下腊排骨，给它去掉一点腥味儿。腊排骨的火锅会让我回忆起冬日丽江的那些悠闲时光。人生难免有时候会起起落落，但人生的低谷也许是另一个全新的起点，也未可知呢。腊排骨火锅看似复杂，但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去慰藉心头的渴望。人生大抵也可以如此吧。放在火锅里的白菜不用切得太小。我用的是个电火锅，先把电火锅呢加热一下，锅热以后把排骨倒进来，翻动一下，炒出一些油，接着把我们的葱姜蒜加入，继续翻炒，炒出香味儿。等排骨有点变色以后呢，再倒入料酒，盖上锅盖。等到料酒挥发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慢慢的加入热水，直到淹没了排骨。
为了节省时间呢，也可以用高压锅把排骨呢先压制一下，但是呢，我喜欢用小火慢慢的炖2个小时，腊排骨浓浓的汤汁白白的就出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放不太容易煮熟的胡萝卜、白萝卜、土豆。为了让味道更加好呢，可以加入西红柿，慢慢的熬制。等到里面的萝卜、土豆都熟了，我们再把剩下的蔬菜加入进来。如果在火锅里放入一把水芹菜，味道会格外的香。好啦，这样一锅热气腾腾又香气扑鼻的腊排骨的火锅就制作完成了。由于排骨经过腌制，水分的活性降低了，肉类中氨基酸和还原糖之间产生了特殊的分解，所以会有挥发性的芳香物质产生，吃起来就格外的鲜美可口。生活中的诗和远方不在别处，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